韩烈，在这废土上，你一个人是活不下去的。不加入我猎狗帮，就算你今天氮气加速跑了，我们让别人别打败了。话多的人，在废土一般活不过3秒。地球进入末世第30年，文明崩塌，人类恢复最原始血腥的暴力统治，而我无心参与帮派斗争，随意接一些护送任务为生。小姐，废土内匪盗横行，环境恶劣，还有大量战后废墟形成的陷阱。你想通过废土，必须找人护送你。陈叔，既然废土那么危险，为什么我们不去找大型车队护送，而是找韩烈一个人护送我？他能行吗？小姐，韩烈是唯一能够零事故通过废土的人，只有他能完成护送您的重任。韩师傅，我是昨天跟您通电话的老陈，这是我家大小姐宋慈，也是您这次护送的目标人物。现在是暴风季，送人进废土的价格要翻倍，80万。能接受就先付1半定金，不能接受就去找别人。别人跑一趟才20万，你直接翻4倍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如果别人敢接这单，你们也不会来找我。嫌贵，现在就可以走。韩师傅，我们把定金都带过来了，除了你，我们不会再委托别人的。既然你们在我这下单，就得守我的规矩。第一，全程路线停靠点全由我定，不许无故改道。我们连行程都不能提意见，你这规矩也太霸道了些。第二，没我的允许不许擅自下车，更不许和陌生人搭话接触。第三，随身物品自己负责，如果出现问题，我概不负责。你这都是什么霸王条款？韩师傅，只要人安全，这些条件我们都答应。你自己把行李放后备箱固定好，自己的贵重物品随身带好。韩烈，我花那么多钱，你连个行李都不给我搬吗？我不负责给你搬行李，我只保证你能活着到安全区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那么大本事。韩烈，放着山下平坦的柏路不走，非要走这种烂路，你故意折腾人是吧？贤爹，你可以自己下去走路，坐我的车，我说怎么走就怎么走。你收了我那么多钱，还故意折磨我，你等着扣尾款吧。韩烈，你疯了！把车停在悬崖边，你想跟我同归于尽吗？急什么？宋慈，往下面看。柏油路塌方了，怎么会这样？你早知道下面会塌方，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？我没义务给你解释每一个决定，我的委托内容只有护送你到安全区。你只要提前说一句有危险，我也不至于平白误会你。再乱指挥路线，我直接把你扔在半路，定金1分钱都不会退。韩烈，后面有好几辆改装车追上来了，他们是什么人？那些都是猎狗帮的沙匪，他们是属苍蝇的，专门在废土打劫过路商旅，抓牢扶手，我要加速甩开他们。韩烈，把这小娘们留下给老子暖被窝，
老子今天就放你一条生路！韩烈，你快想想办法！你不是在废土上逃了5年零事故吗？为什么连这几辆破车都甩不掉？别急，砂石路上急加速等于找死，得让子弹飞一会儿。嘴闭紧，手抓牢，别咬到舌头。可他们已经并排压上来了，再不加速，我们会被他们直接挤下悬崖的。车门要被撞开了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你要不行就我来开。换你来开，宋小姐，你连这车的离合器在哪儿都不知道，嫌自己死得不够快。这边是死路，路太窄了，3辆车根本过不去，你快刹车呀！宋慈，记住了，在这条山路上，谁先刹车，谁就先死。那么窄的夹缝，你居然开过来了！你刚才是故意利用那处夹缝逼他们自己撞上去的。这只是裂谷基础物理课，脑子里装的如果是水，就少在我的副驾驶指手画脚，多学着点。哼，算你运气好，但后面还有一辆呢，他已经绕开障碍追上来了。叶少，你确实挺能绕，老子数到3，你再不停车，老子一枪把你副驾这漂亮脸蛋轰成筛子！韩烈，他的枪口矫正我了。跑啊！韩烈，你再跑，老子一枪崩了这小美人的脑袋！枪口对准我了，韩烈，你快撞开他呀！老头，趴下！吓死我了！活着，我居然还活着！韩烈，你刚才是在拿我的命去赌，要是你慢了半秒，死的人就是我。慢半秒我就不是韩烈了。放心，只要你在我的车上，你的安全就有绝对保障。我知道你救了我，但你就不能用更稳妥的办法？我刚才真的以为自己死定了。在废土上，最快解决麻烦的办法就是最稳妥的办法。行吧，这次算你厉害，我收回刚才的话。那是沙尘暴，韩烈，快停车！开进去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的。后面是猎狗帮的整个主力车队，如果现在停下，我们得和10几辆火箭筒打招呼。可前面是风暴啊，现在到底该怎么办？跟着我，就没冲不过去的风暴，抓紧扶手。知道了，你开快点，千万别被他们追上。韩烈，你关天灯干什么？周围全是乱石风沙，没等我们会撞死在悬崖上。别慌，在黑沙暴里开大灯，等于主动给猎狗帮的枪口当靶子照亮。可我们现在怎么过去？我一路上看地图了，前面是一段乱石河滩，没有大灯指引，你拿什么带路？这地方我跑过不下100次，闭着眼睛都知道怎么走。猎狗帮的人在左边，我听到发动机的声音了。韩烈，他们追上来了。你抓紧，别掉下去了。韩烈，刚刚是什么声音？他们掉下去了。猎狗帮追兵掉进栾石滩的暗流沙坑了，只要他们沉下去，这辈子也别想重见天日。韩烈，你刚才是很厉害，但你就不能在动手前稍微跟我说一声，非要让我以为自己马上要死？在废土里多说一句废话，就多一分被沙暴活埋的概率。不告诉你，是为了让你演得真真，他们才更容易上当。就你歪理多，狂妄自大。韩烈，甩掉刚才那波人，我们算彻底安全了吗？在废土，只有死人才是绝对安全的。不过只要车还在跑，你就不用太担心。你就不能说句让人宽心的话？
好歹我们刚刚从沙暴里死里逃生。宽心的话要加钱，一局1万。宋小姐要订购服务吗？奸商！奇怪，陈叔给我的那个备用手机，我记得明明是关机的，怎么会自己亮起来？韩烈，你又突然刹车，我们不是已经安全了吗？这手机是谁给你的？这是我临走前陈叔塞给我的手机，我真的不知道它会自动开机发送定位。这手机内置了 GPS 定位，会把 GPS 信号同步发送给猎狗帮。这不可能！陈叔是看着我长大的，他是我父亲最信任的副手，他绝不可能背叛宋家，更不可能害我。在废土的利益面前，忠诚往往只是因为筹码不够。很显然，你的陈叔把你当成了移动的引路标。我不信，这一定是猎狗帮自己做的手脚，陈叔不会出卖我。随你信不信。不过因为这个移动定位源，我们的暴露风险翻倍。宋小姐，原定的护送难度增加了，到安全区之后，尾款得加20万。尾款我可以给你，但是定位已经被你毁了，他们不可能再找过来了。你少在这里自己吓自己。宋小姐，有时候太天真，在猎谷是要交学费的。你什么意思？看那边，那是猎狗帮的人。韩烈，猎狗帮的车灯都快照到我们后脑勺了，你这时候拿铁丝和胶带干什么呀？车底盘刚才被石头磕裂了，油箱在漏油，不处理一下，我们开不出5公里就得抛锚。你开什么玩笑？追兵就在屁股后面。你这车居然在这时候漏油，一根铁丝和几圈胶爆就能把漏油堵住？在废土生存，用什么工具修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谁在动手。走，上车。这车撑不了太久，我们得走80公里外的古矿道，去废弃矿区补给站换油箱。去80公里外，我记得地图上显示，这附近5公里就有一个常规补给站。你能想到的，我也能想到，猎狗帮更能想到，他们一定会在常规补给站埋伏，等着抓我们。还是韩烈你考虑周到，我只想着怎么快点修车了。对了，修车工时费1000，记在账上，到安全区和尾款一起结。那几根破铁丝和一卷胶布，你收我1000块，你怎么不去抢？抢劫可没有我这手艺来钱快。材料虽然只值10块，但我能让这破车再开80公里的手艺，只求白求。韩震，万一猎狗帮的人反应过来，发现我们偏离主道拐弯了呢？猎狗帮的人只习惯在主干道上飙车，不信你自己看后视镜。他们真的全被你骗过去了？这次是免费演示，下次再想让我展示荒野避敌技巧，得加钱。这里到底废弃了多久？怎么积了这么厚的灰？机油镂空了，如果不在这里找到备用滤洪器和机油，强行上路，开不出3公里，发动机就会彻底报废。那怎么办？这荒山野岭的，我们去哪找机油和配件？别慌，我之前联系了我西县的一个过命兄弟，他正好在这附近跑运输。如果运气好，他能顺路把我们需要的东西带过来。你的兄弟，在这片废土上，真的还有可以信任的人吗？别人我不敢保证，但只要我韩烈开口，他就算把车开散客也会赶过来。放心，只要钱给够，你永远可以相信我。自大狂！
你修好没有？只是暂时止漏，必须要换个新的流行器。韩烈，外面有人，是猎狗帮的哨兵。蹲下，别露头。妈的，那俩活的车轮印一路延伸到这附近就不见了，肯定藏在里面。老大说了，抓到那小妞，哥几个重重有赏。至于那个开车的韩烈，当场废了。宋慈，闭上眼睛，数到3。别躲了，地上的新鲜车轮印早就出卖你们了。韩烈，你要是自己滚出来，老子还考虑给你留条全尸。要是让哥几个冲进去，韩烈，外面全是发动机的声音，我们现在能不能直接开车冲出去？车子还没修好，现在怕我们甩不开猎友帮的人。可我们躲在这里，迟早会被他们乱枪打成筛子。韩烈，这人是谁？是敌人吗？别怕，他是我在废土西县唯一能把后背交出去的兄弟。韩烈，老子在外面瞧见你的车屁股，就知道你小子被围了。老郑，你这是什么出场方式？连保命的货车都不要了？废话，猎狗帮在后面追了老子一路，我要是不拿着破卡车把大门堵死，咱俩现在都得交代在这儿。你车什么情况？底盘漏了，需要滤芯器和机油。算你小子走运，老子这儿刚好有上好的耐磨滤芯器和1桶高标号机油。你们两个别叙旧了，子弹已经打过来了，到底能不能开走？催什么催？好了，老郑，灌机油。韩烈，油满了。我刚才在后视镜里瞧见，猎狗帮的主力全在往这儿围。火烧过来了，快开车！抓稳了，我们冲出去！韩烈，猎狗帮的重型装甲卡车把前面的峡谷出口私自堵死了。老郑，你来的时候，路两侧还有没有别的缺口能绕过去？卡车的车顶上有人架着重机枪，那条路根本就是个活靶子，冲不过去的。韩烈，右边走那条废弃的100米高空钢架矿道。你俩抓紧，我要开始加速了。韩烈，这钢架在晃，车身抖得太厉害了，这废桥快要塌了。只要它不断，我就能带你们冲过去。韩烈，左边有辆车贴上来了，他想把我们强行挤下悬崖。哼，宋慈，坐稳了，今天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废土车神。韩烈，刚才差1公分掉下去的就是我们。只要老子手里还握着方向盘，差1公分就等于绝对安全。韩烈，快刹车！前面的钢架桥是断的。停下！韩烈，快停下啊！前面是死路。后面全是猎狗帮的追兵，我们已经跑不掉了。既然没有路，那我们就飞过去。落地了，我们居然真的飞过来了。下车，检查车况。这落地冲击太猛，右边避震彻底弯了，转路掌也受损严重。半小时内必须换好，这里离猎狗帮的领地太近，不能停留。放心，断桥那边够搜狗帮绕2个小时的。
有老哥哥在，这趟我保你平安。老郑，递一下14号操筒。喝口水吧，刚才多亏老郑你指路。宋小姐客气了，我和韩烈是过命的交情。当年在西线赛车翻下悬崖，要不是韩烈拽着我老郑早就成一堆枯骨了。老郑，在这猎谷里通行的人，猎狗帮都会这样赶尽杀力的追杀吗？那倒不至于，一般人留下一半货也就放行了。不过，宋小姐你身娇肉贵，可能是因为你比较值钱。可我们已经逃了这么远，按荒原上的规矩，他们求财也该有个限度，这时候也该结束追杀了。荒原上规矩很多，但只要有足够的筹码，规矩随时可以变成废纸。对，韩烈说的没错，沙匪哪有什么诚信？好了，宋小姐，别多想，早点休息。韩烈，陈叔已经失联，这趟护送的界主已经没了，真没必要为了一个丫头和猎狗帮死磕，不值当。老郑，我的货还没送到安全区，合同就不算完。你这死脑筋，迟早把自己折腾死。别出声，灭火！是猎狗帮的侦察无人机，我们的行车路线泄露了，上车，立刻走。奇了怪了，昨晚刚甩开，怎么天一亮又被咬上了？韩烈，后面有大批越野车追上来了。这片废土没有信号，我们不会平白无故的被追上，肯定有人给他们带路。韩烈，头顶上也有2架重型无人机压下来了。宋慈，把头低下去。老郑，抓紧拉手。是猎狗帮的地面主力，韩烈，他们把整条路都给堵死了，我们冲不过去。堵死，在老子的字典里就没死路这一说。沙尘能挡住红外追踪，老郑指路，前面有什么能藏车的地方？前面是废铁路桥，桥下有个水泥排洪洞，这排洪洞太矮了，车顶会被削掉的。韩烈，快刹车！韩烈，车顶要撞上了！别担心，我早有准备。你们2个低头。后面那2架无人机跟进来了。让他们跟，这高度，他们就是自寻死路。韩烈，快看前面，洞口外面有3辆重型装甲车，还整铁墙挡住了出口。该死，是重装甲！韩烈，快减速，直接撞上去，我们全得扁了。减速就是怂死，抓紧安全带。中间那辆车的3人网没装护甲，那是他的死穴。又撞上了，韩烈，快转弯啊！直接撞我们全得成肉饼。韩烈，快避开，他们撞过来了！坐稳，我要起飞了。韩烈，车门刮倒了，全都是火花。老郑，快点废了追逼的轮子！韩烈，你就知道命令我，不过你就看好吧。吓死老子了！韩烈，刚才要不是我那一枪，咱们现在早就被那3辆铁疙瘩压扁了。枪法不错，老郑，
当年西县第一枪手的名号还没丢。当年我好歹也是练过的。韩烈，这地方不安全，等水箱稍微凉一点，咱们得赶紧走。老郑，从海洞出来到正道，只有一条隐蔽土路，那条路连猎谷最老的沙匪都不知道。猎狗帮的重装装甲车，为什么能提前在出口排队堵我们？这猎狗帮在猎谷根深蒂固，眼线多得很，猜到我们的路线也不奇怪吧？是吗？连咱们去安全区走哪条路，他们都能猜到。韩烈，你听，铁皮屋顶在晃。快上车，我们立马走！妈的，这猎狗帮属狗的吧？这才过了10分钟，怎么又咬上来了？10分钟，就算开直升机，也不可能这么快锁定这里。他们难道在我们身上装了雷达定位？别废话了，韩烈，快看前方出口！坐稳，抓死拉手，我们要硬闯了！韩烈，快走西侧，西面通道尽头有个废弃地下管道，车子能钻过去。地下管道里面安全吗？绝对安全，我以前在这里混过，猎狗帮的人绝对想不到。老郑，你以前在这里混，难道没人教过你低头看路，抬头看天吗？什么？宋慈，坐稳，西边车山上面埋伏着枪手，我们走东侧前中区。哎，你疯了！快往西呀，东边是死胡同。死胡同里有能帮我们拍死苍蝇的重家伙。子弹打中侧窗了，韩烈，他们从两边包抄过来了。没路了，前面是死路，抓紧，别被甩出去了。韩烈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的妈呀，这也行？刚才差一点我们就被砸死在里面了。韩烈，刚才是我记错了，幸亏你没听我的。不过这条路我真熟。翻过前面那个山头有一条便道，能直接绕开猎狗帮，特别安全。希望你这次没有记错路。哎呀，这电网怎么今天通电了？完了，后面追兵也上来了，咱们成瓮中之鳖了。老郑，你不觉得你记错路的几率高的有点不正常吗？韩震，后面少说有10几辆摩托车，我们没退路了。老郑，既然有人特意把这里的电网通上电，那我就给他们电个痛快。完了，这铁门通了上万伏的高压电，碰一下我们全得变成焦炭。他们追上来了，子弹打在车屁股上了，我们没退路了。老郑，把你的手枪给我。啊，哦，接着。宋从，帮我稳住方向盘。韩烈，你要干什么？韩烈，电压仪器炸了，电线掉下来了。低头，我要撞开这个铁门。刚才真是死里逃生。韩烈，你这手枪这么准，是跟谁练的？简直神了！老郑，在废土上打不准的人，早就成了这片荒漠里的肥料。韩烈，车厢里好冷，风一直在往里刮。这山里的暴雨一下就是大半天。韩烈，这破车的水箱一直在溜水，咱们得进去歇个脚，顺便避避雨。这是以前防林火的气象站，确实是个藏身的好地方。送死老郑！那还等什么？赶紧进去，冻死老子了！果然。这鬼天气，冷死老子了！韩烈，这破玩意儿放的得有10年了吧，还能动？老郑，在我手里，死人都能说话。
别说机器，水热了，老郑，去外面守着，注意后山的动静。得嘞，我先去大厅生个火，暖和暖和这把老骨头，再去外面把车修了。宋慈，进来洗个澡驱寒，记得到安全区了给我加钱。谢谢你，韩烈。到安全区了，我让家里人给你加钱。宋慈，刚烧好的水，来喝点。你在这里感冒就麻烦了。谢谢你，韩烈，我会给你加钱。宋慈，这次追兵是猎狗帮的精锐，他们甚至动用了装甲车和无人机，就为了抓你。你到底是谁？我不能说。我要送你去安全区，所以我必须知道猎狗帮为什么要追杀你。别问我了，韩烈。明天天亮，如果前面还是死路，我会把你送回去。不要！那就用你的命撑到明天，好好休息。别怪我心狠，有你在，这丫头我根本带不走。只要韩烈明天刹车失灵冲下悬崖，那3000万的悬赏可就全是我一个人的了。韩烈，昨晚我顺手帮你把底盘和油路都紧了紧，待会儿下山绝对稳当。老郑，你懂得确实挺多，活了大半辈子，全靠这点修车手艺吃饭。韩烈，我们今天能铡出这片废土吗？如果路况好，中午就能上省道。上车，老郑。来喽！今天咱们一鼓作气，直接冲过去。该死，是重型速巡直升机，他们怎么送到这儿的？韩烈，他们在我们头顶，机枪在掉头。宋慈低头，老郑抓紧安全带。韩烈，子弹打在引擎盖上了。闭眼，来甩开直升机。完了，刹车废了。你说什么？没刹车了？这可是悬崖，快踩呀！没刹车？韩烈，怎么会这样？老郑，为什么刹车油漏光了？昨晚停车的时候油管还是好的。你看我干什么？这破车金属皮环断了也正常。快停下！韩烈，前面是死亡。车身在挂山壁，火星全飞进来了。韩烈，你这是自杀！闭嘴！不拿车身磨显一减速，我们现在已经掉下去了。韩烈，直升机又掉头冲过来了，他要往车窗开火了。都爆头！老子给他找个对手！树断了，砸在直升机尾巴上了。厉害呀，韩烈！直升机都让你打得坠下去了。动不了了，韩烈，车头悬空了！救命啊！车子在往前滑，我们要掉下去了！别动！谁动，车子会立刻失衡掉下去。倒车啊，韩烈！后轮打滑了，你快退档啊！韩烈，车在往下沉。别动！谁动车身失衡，立刻掉下去。那咱们就这么等死了？你到底行不行？老郑，闭嘴！吓死老子了！韩烈，你这技术我老郑服了。坐好，还没脱险，动力在下降。韩烈，发动机声音不对，前面全是黑色泥潭。走右边，那条路我熟，下面是硬土，能直接穿过去。你确定是硬土？我老郑用脑袋担保，右边是唯一的活路。韩烈，要不听老郑的吧，他以前在这儿混过。右边水面有波纹，下面是活水淤泥，开上去3秒就没顶。看吧，不听老人言，这下卡死了，怎么走？老郑，下车，拿钢索套前面的树，用绞盘拉车。韩烈，快看右边！这怎么可能？老郑，你记错路的次数有点太多了。老了
记性是不行了。坐标已发送，前方大桥合围。老郑，你刚才用手机了？啊，没有啊，这鬼地方哪有信号？宋小姐，你被鱼晃了眼，看错了吧？我没看错。宋小姐，废土上看错了才是安全的，明白吗？怎么停了？雾这么大，前面连桥墩都看不清，强冲就是跳崖呀！等等，后面有车轮声，他们追上来了。猎肘帮的车上有热成像仪，咱们车厢发热，在大雾里就像探照灯一样明显。那咱们怎么办？要开大灯冲过去吗？如果开大灯，我们的光源和热日在雾里就是活靶子。熄火关灯，韩烈，没有引擎动力，怎么会直接失控滑下去摔死的？韩烈，车在动，我们再往前滑。这座桥有15度的下坡，车当然会下滑。宋慈，你抓好拉手。不发动引擎，方向盘重得像块铁。韩烈，你疯了吗？没有热辐射和灯光，他们的热成像仪就是瞎子。我懂了，我们现在是一辆没有温度和声音的幽灵车。对，那是老郑，你的手能不能放开中控台，别乱动。我就是害怕，想抓个东西稳住身体。韩烈，是红外激光，距离不超过50米，猎狗帮的人咬上来了。他们要扫过来了，快点火，不然直接被装甲车撞碎了。他们只是盲锁，还没锁定，老实坐着。不行，我不想死在这儿！痛，手要断了！韩烈，你干什么？老郑，你刚才想按喇叭，你想害死我们？我没有，我就是太紧张，身体打滑了。老郑，喇叭线我扯断了，下一次折断的就是你的脖子。韩烈，后面的箱子砸下来了，退路被堵死了。前面也有箱子落下来了，这是个陷阱。完了，韩烈，左右都是集装箱墙，我们被困在迷宫里了。完了，这下真的死无葬身之地了。完了，刚才掉下来的箱子把后路封死，我们被锁在死胡同里了。韩烈，快看前面，并排推过来2辆重型推土机。咱们退路没了，只能往前冲。可是前面根本没路，两边都是10几吨重的集装箱，挤不过去。往前冲就是主动送死。韩烈，快想别的办法！右前方蓝色箱子是空的，底下没打地锚固定，车速够快，就能撞开。韩烈，你疯了吗？用越野车撞10几吨的钢柜，这车会当场散客，我们都会死。宋慈，抓紧，车尾有隐藏的氮气加速，推力很大，可能会震断肋骨。撞吧，哪怕骨折，也总比被压成肉顶强。我们冲出来了，我们真的逃出来了。冲出来了，韩烈，老子今天真服了你，这都没死。趁猎狗帮还没追上来，咱们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休着。哎，韩烈，锁车门干什么？快放我下车，别一路了。放你下车，去哪里发我们的新定位？韩烈，你干什么？开玩笑有个限度，刚才我可是在陪你玩命。宋慈，把你刚才在乱石滩看到的东西告诉他。老郑，别演了，你弯腰拿工具的时候，你湿衣服下的卫星电话在闪光。宋慈，你血口喷人，这鬼地方哪来的信号？我提醒你一下，老郑，上面写着坐标已发送，前方大桥合围。你是自己拿出来，还是我用子弹在你脑门开个洞，自己拿？韩烈，咱们可是过命的交情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没有误会，老郑，我刚才回过身拿毛巾，看得一清二楚。宋小姐，你这是冤枉好人，我拿的是检测油压的电子笔，哪是卫星电话？那这节刹车线上整齐的钢锯接口，也是误会。也许是路上卷进了锋利的碎石片，这在废土区很常见。那这个从油箱底部摘下来的 GPS 定位器，也是碎石刮上去的。
这绝对是猎狗帮的探子偷偷安的，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。那这部从你口袋调出来的卫星电话，上面的以和为怎么解释？既然你们全看明白了，那老子也不演了。猎狗帮给这丫头开出的赏金是整整3000万，只要你现在放手，咱们55分成。老郑，我的规矩是送货上门，不是卖货求人。那你就去死吧！老郑现在死了，我们的坐标已经发出去了，韩烈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慌张解决不了问题，把后面的矿区地图递给我。给你，但这片废弃矿区在地图上画了红叉，说明有很多塌陷盲区。放心，废弃矿区的地势越凶险，对我们越有利。可装甲车一旦开进去，把唯一的出口堵死，我们就会被活活困死。猎狗帮的装甲车太重，在松软的矿渣路面上跑不快，这是唯一的生路。韩烈，你快看，地平线上全是车灯，至少有30辆装甲车，猎狗帮把他们帮派的家底全部带过来了。韩烈，前面全是锈死的铁架和传送带，再往前就要直接撞上了。这里是矿砂传送带，传送带下面有2米高的空隙，我们完全可以冲过去，抓好扶手。韩烈，后面猎狗帮有5辆越野车追上来了，他们开枪了，快点躲开！猎狗帮的人急着开枪，说明他们怕我们在复杂废墟里脱身，我们更不能着急。猎狗帮的人分成2路了，左边那辆要从斜坡绕过来包抄我们。我在这里开过很多次车，左边那条路是废弃炸装饰布池，表层只有一层薄土，他们开不过来。韩烈，他们真陷进去了，可后面的车还在死咬着，距离越来越近了。坐稳，前面进选出场的低矮通道，重型车根本进不去，那就是我们甩脱追捕的机会。他们进1号厂房了，重型卡车进不去，所有人下车，步枪手围上去。韩烈，快想想办法，后窗要碎了，前面出口是锁死的生铁大门，我们被堵死了。我都说这里我很熟悉了，前面那是薄铁皮卸料口，车头防撞梁能直接撞开。撞击会震塌上面的铁架，头顶的钢梁都在晃了。这车是我亲自改的，相信这辆车不会被铁架砸穿。快爆头！他们在1号大厅调重装装车，直接撞断承重钢柱，我要把他们活埋。韩烈，右边装甲车冲着钢柱去了，他们想探楼活埋我们。别松安全带，我们往左后方退。不行，左边是死角，头顶钢梁已经裂了，水泥块都往下掉了。砸死他们！把所有出入口全给我压死，一个都别放跑！大门塌了，掉下来的水泥盘把后路全封死了。那就只能往高处走。韩烈，后面的路全被堵死了，前面有重建墙，我们要被活埋在这儿了。看头顶，右上角那条锈蚀斜坡是高空矿石传送栈条，那里还能过。韩烈，你疯了！那是悬空钢栈条，宽度才2米多，都废弃几10年了，根本扛不住整车的重量。扛不住也得冲，只有从那里我们才能逃出去。我们加速冲上去。韩林，后面猎狗帮的3辆轻型越野也冲上来了。不是什么人都能和我比的，他们冲上来就代表离死不远了。最前面那辆已经逼到我们左边了，他在猛打方向，想把我们装下栈桥。宋慈，把安全带拉紧，我要踩刹车了。现在踩刹车，后面的车会直接把我们撞下去的。宋慈，你看清楚掉下去的是谁？撞下去了，可是前面墙面断了，有个5米宽的缺口。既然没有路，那我们就飞过去。韩烈，太好了，我们落地了，车居然没散架。别高兴太早，前面有引擎运转的声音。那是巨型挖掘机，被敌人控制住了。韩烈，老子在这儿等你好久了，今天就让你和宋从死在这儿。我们
们安全穿过来了，这车的车顶铁皮都被掀开一半了。但我们成功冲了出来。冲出来有什么用？前面没路了，是个很深的环形大坑，根本绕不出去。韩烈，你和宋怡自己钻进死胡同了，我看你们现在往哪儿跑？猎口帮的人把所有环形出口都堵住了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你说的对，但在废土上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把车给我射成筛子，注意留着那个女的活口，开火！韩烈，子弹太密了，防弹钢板快被打穿了。韩烈，你快想办法！宋慈，看到左边那根连着废石堆的承重钢伞了吗？看到了，那是固定上方松散砂石的，这跟我们脱身有什么关系？我用车头绞盘锁住它，把那座废虎山拉塌。拉塔山木，你疯了吗？我们也会被碎石埋在下面的。不拉塌它，我们现在就会被打成筛子。把绞盘遥控器递给我。他在拉钢绳，快集中火力打断钢绳，别让他把山体扯塌了。他们全盯着车头打，脚巢都快冒烟了。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钢缆已经到受力极限了，准备好承受冲击。上面的巨石开始往下滚了，整个矿坑都在震。一切都在计划中，我们往后退。车动不了，车轮被底下的危险铁轨丝卡住了。韩烈，后车窗要碎了，咱们卡在铁轨上了，底盘顶得死死的，车根本动不了了。闭嘴！放心，老子手底下就没开不走的废铁。水温表顶死了，引擎盖都在抖，别轰了，再踩油没有发动机会直接炸掉的。那就跟他赌一把，我用气动悬挂把它顶起来，生生拽断这根破铁轨。石头砸过来了，头顶上躲不开了。老头，趴下！冲出来了，我们冲出来了，但是右边的山体全塌了，路被落石堵死了，没路了。总是把头蹲下，别看前面。车头冒烟了，方向盘偏了，你再往悬崖上开。轮子废了而已，车还在我手里，扶稳门板，别乱晃。韩林，你快看，塌方把后面的追兵全部埋掉了，他们过不来了。后面在塌，前面也在塌，别高兴太早，泥石流就在我们屁股后面跟着。是出口，前面有亮光。总算活下来了，后面彻底塌死了，他们不可能再追过来了。别松安全带，水箱镂空了，车马上就要趴冒。仪表盘全红了，警报在响，车子没动力了。水箱穿孔，水漏干了，发动机已经爆核了。车头都在冒火，在这儿抛锚，后面的追捕一到，我们死定了。车子最多还能滚2公里，在它车底变成废铁前，我们必须找个能藏身的地方。那儿有个废弃的矿工营地，往山谷里开。引擎好像彻底没动静，我们被困在这儿了吗？下车，这车得降温，今晚先在这儿对付一宿。车都烂成这样了，你先拿药箱干什么？你看看里面还剩什么能用的。废土里没药比没子弹更要命。我去看看车。明白，你自己小心点儿。这破铁疙瘩在这儿扔了得有几10年了吧？你拆它干嘛？找零件，有些老货的配件跟这车通用。这地方怎么会有枪？这叫收获。去把那台拖拉机拆下来的右天轮给我滚过来。好，你等着。推后点，免得砸到脚。韩立，你后腰流了这么多血，刚才撞铁梁的时候伤到的吗？没事，皮外伤。车能走了，去生个火，今晚要降温。我找到眼服和棉签了，你坐过去点儿，我帮你把后背洗洗。用不着，
过一晚自己就结痂了。这鬼地方到处是铁锈和沙子，万一感染发烧，你连方向盘都握不稳，到时候谁带我走？行，那你下手轻点。疼吗？不疼。少嘴硬，你背上的肌肉都绷成石头了。韩烈，对不起，要不是为了护着我，你根本不用受这些罪。雇主给钱，我跑单子，这趟买卖是我自己接的，谈不上谁拖累谁。那，如果陈叔真的出了事，我拿不出剩下的尾款，你还会送我到安全区吗？合同只要签了字，在雇主主动取消之前，我的任务就只有一条，送你到地府。这种不知道放了多少年的老古董，真的还能开火吗？能用，近身一枪，阎王爷来了也得脱层皮。要是子弹潮了，炸膛了怎么办？那就算我倒霉。不过，有枪响，总比空手等死强。韩烈，我能问你件事吗？憋着难受就说。黑市上，猎狗帮为了把我抓回去，开出的悬赏已经涨到3000万了。我知道，这价码在安全区买几套房都花不完。如果他给你加3倍，9000万，你会把我交出去吗？在废土砸了招牌的护送人，连900块都不值。哪怕那是你一辈子也赚不到的钱。老子接了定金，签了字，你就是我韩烈的单子。别说3000万，天王老子拿9000万砸下来，在我这儿买不走一些个信字。谢谢。韩烈，外面好像有发动机的声音。蹲下，缩进车影子里，别冒头。是不是猎狗帮的大部队追上来了？是猎狗帮的摩托侦察兵，只有1个人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别出声，一旦让他按了对讲机，大部队10分钟就能把这夷为平地。他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。闭嘴，待在这边。有福！韩烈，你没受伤吧？死不了，上车，立刻！等等，他的摩托车还在外面，大部队看到摩托车就会知道我们在这儿。坐稳了。可他失联了，猎狗帮那边肯定已经反应过来了。他们就在5公里外，看前面。是黑沙豹，冲进去这车子会被掀翻的。油箱见底了，绕路走，最后只能在荒原中等死。那冲进去不也是送死吗？沙豹能挡住电子信号，他们没办法定位。想活命，就跟我赌这一把。什么都看不见了，沙子全拍在车窗上了。抓紧扶手，别松手！头顶有声音，天上有东西。是猎狗帮的轻型直升机，狗皮膏药，居然在沙暴边缘硬降高度。他们疯了吗？这种风暴里也敢飞？3000万掉在前面，疯子多的是。探照灯锁死我们了，晃得睁不开眼。闭眼，前面有一片亚当石林，进去了他就拿我们没辙。地面的车咬上来了，灯光晃到后视镜了，距离我们只有不到50米。雷达坏了，但这群狗鼻子灵得很。他们要撞上来了，韩烈，快踩油门啊！抓稳。在这种乱石堆里关车灯，你会直接撞死在石柱上的。闭嘴，把眼睛闭上。黑透了，你疯了，我什么都看不见了。死人不用看路，听引擎声。引擎声就在耳朵旁边，他们距离我们不到5米了。做好了，送这帮损子上路。撞上了，后面那一辆也翻了，我们甩掉他们了。没完呢，待在车里。韩烈，快回来！风
风变小了，沙暴好像要停了。劳了点力气，走。风停了，可是韩烈，你看头顶上。韩烈，我是谢金，现在风暴停了，你就算长了翅膀，也飞不出我的手掌心。识相的把宋清交出来，否则现在就是你们的死期。车顶被打成筛子了，胎压警报全红了。我要往里缩，进窄道甩掉他们了。看不见了，后面全被沙子盖住了，他们锁不住我们了。把猎枪给我。天啊，全爆了！你把它轰下来了。抓稳，我们要出谷了。冲出来了，前面就是宫。等等，韩烈，快停下！韩烈，在西北这片地界上，还没人能从我谢金的手板心里溜出去。是谢金，西北最大的黑市军火商，这些佣兵全是他的人。丫头片子，别指望那个陈叔来救你了。实话说吧，他已经在我手里变成一具死尸了。你说什么？陈叔他，你把他怎么了？识相的就乖乖开门下车，把股份协议签了。看在陈老鬼的份上，我给你们个痛快。你这个畜生，谢金，你不得好死！韩烈，你不过是个拿命换钱的跑腿保镖，为了个陈家的落落孤女跟我死磕，你觉得值吗？老子既然签了字，这趟买卖我就管到底。只要老子还喘气，你就别想碰他一根指头。不识抬举，老子的重机枪1秒钟就能把你的破铁皮撕成碎片。那你就让你的人把眼睛睁大，看看老子的车速能不能扇烂你这几挺机枪的脸。重机枪已经瞄准了，韩烈，我们冲不过去的，真没路了。闭上眼，把安全带拉到最近。老子带你撞过去！挡风玻璃要碎了，韩烈，顶不住的，我们根本冲不过去。把身前缴获的微冲给我。给你，但对面是重机枪啊！你疯了！打中了，这辆车的底盘在轮油。抓紧了！一帮没用的蠢货，这么多人拦不住一辆破车。他们又并过来了，两边都是车。韩烈，我们往哪儿走？走废弃轨道，上高架桥。这破桥快塌了，整路都在往下掉。闭上眼，别往两边看。后面的桥面全断了，韩烈，我们退不回去了。本来也没打算退。桥断了，前面没路了，那是悬崖啊！天啊！死不了。看见那根吊装钢夹了吗？车在往下掉，我们要摔死了！手别抖，帮我扶死方向盘。断了，锁扣被打断了。抓死了。铁架子摆过来了。低下头。过来了，我们真的飞过来了，后面的车掉下去了。韩震，车头在冒烟，车子不动了。别试了，车子需要大修，要不然就是废铁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这里空荡荡的，没地方躲啊。是那架直升机，光照过来了，他们迟早会找到我们的。下车，把这废铁推到下面的河床里，别给他们当路标。韩仲，树枝盖不住的，天上的红外探测一下子就能扫到车引擎的温度。不用盖车，去把车头的绞盘钢绳拉出来。他们开枪了，树全断了，我们要被扫成筛子了。拿上钢绳，快去！好，拉到哪里？右前方，
那棵最大的枯树根部，死死扣住。锁死了，但这树早就烂空了，根本挡不住子弹啊！不是用来挡子弹的，回车里，低头。绑索拉直了，那棵树在倒。下地狱吧！打中了，抓住他了！趴下，爆头。好大的火，韩烈，我们真的活下来了。解决了。韩烈，里面还有活口吗？都成灰了，过来搭把手。是军用宝，有抗生素，还有缝合针。副水箱里还有干净水，去用瓶子全接出来。好，我这就去。用钢丝绞死了，能凑合跑完这段夜路。可车头一直在漏水，万一在半路完全散架怎么办？前面有个地质溶洞，能避风，能藏车。上车。这里好黑，什么都看不见，连风声都没了。车灯关了，熄火。我们算是甩掉他们了吗？至少今晚猎狗帮摸不进来。韩烈，你的后背伤口全刺开了，衣服都粘在肉上了。帮我消炎，然后缝上。你忍着点儿，我很快就好。报一下我们还有什么家当。手枪剩3发，猎枪子弹还有8发，微冲空了，1发都没了。只要轮子还能转，就死不了。一点麻药都没有，你忍着点儿，可能会很疼。扎，别磨蹭。好了，缝好了，你连气都不喘一下，到底是不是肉针？习惯了，疼着疼着就麻了。韩烈，等这单送完了，你这辈子就没想过过点别样的日子？没想过，老子这辈子眼睛里只有终点线。可要是到了终点，发现那地方其实什么都没有呢？那是到地方之后的事儿，合同签了，老子就只负责把货送到。什么动静？车底下好像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了。转向杆彻底折了。什么？转向折了？那这车是不是再也走不了了？韩烈，这断成2截了，我们是不是被困死在这儿了？守着车，我去里面转转，看能不能弄点废铁。可里面太黑了，万一这洞里有野兽或者谢金的人在里面摸烧呢？拿着这把枪，只要有活物靠近，别犹豫，直接开火。那你自己小心点。韩烈，我听到动静了，你找到能用的东西了吗？找到了，灯光不够，过来帮我照着。灯端平，别晃，我把这根卡栓卸下来。好，你砸吧，我端得稳。分量够了，走，回去修车。缠这么多胶带，真能拉得动车轮子？凑合能转向就行。上车试一下。转了，前轮动了。韩烈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先别忙着高兴，
拿上水壶，去暗河把水箱灌满。韩恒，你快过来，水里飘着东西。瓶盖上的土还没掉，扔垃圾的人就在上游，离这不远。猎狗帮的人，他们摸进溶洞里了。拿上行李，立刻上车，我们得马上走。韩烈，快看前面，有手电筒的光，我们好像到出口了。别出声，那是废弃的矿石中转闸口。老天，1、2、3、4个哨兵，全端着围冲，把闸门堵死了，我们根本开不过去。那就让他们闭嘴。你留在车里，把手刹拉死。你疯了！你手枪里就剩3发子弹，微冲已经空了，你拿什么跟4个端一枪的人拼？3发子弹留着保底，对付他们，这根废铁丝足够了。那你小心点，千万别弄出动静。喂，老乙，你刚才听到暗河那边有发动机的闷响没？哼，这鬼地方除了穿堂风，连个耗子都没有。你脑子进水了吧？不对劲，我过去瞅瞅。老贾，你怎么躺下了？喂，你别吓我！他累了，你也去陪他。有鬼！有人摸进来了！快开枪！晚了，空仓挂角，我没子弹了。韩烈，快回来！回音太大了，我听到闸门外面全是摩托车的声音，大部队被惊动了。踩离合，我来给油，冲过去。出来了，韩烈，前面是一片红色的泥滩，是红土盐碱地，这里地势太开阔，我们成靶子了。后面的大灯追过来了，是2辆重型防爆车，一左一右包抄我们了。系紧安全带，抓死扶手。好，我抓死了。韩烈，在平地上，你的破车就是个铁棺材，给我撞碎它！右边又撞过来了，我的车门已经凹进来了。别慌，红土盐碱地表面全是泥浆，但底下是干的。他们车身太重，根本吃不住力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研究泥巴？我们快被挤扁了！看好他们的轮胎，我们要打滑了！滑的是他们。他们车屁股甩出去了，他们失控了！坐稳，踩油门了！撞上了，2辆车全翻了！韩烈，我们甩掉！别踩油门了，是盐湖流沙。轮子在空转，车头在往下陷。韩烈，我们动不了了！流沙上来了，已经到挡风玻璃了。韩烈，后面的摩托大队全追上来了。系安全带，跨到我这边来，接手方向盘。那你呢？这下面全是烂泥。我去外面挂钢索。后面那些摩托车距离我们只有不到200米了，他们已经开始射击了。把吊盘钢索递给我，去里面挂倒档。接住了，我准备好了，现在踩吗？等我手势，我让你踩再踩。他们围上来了，韩烈，快上车！踩油门，倒车！我在踩了，轮子在打转，他们离我们不到200米了，开枪了，韩烈！别动油门，继续给油。冲出来了，可水温红线了，引擎盖底下在喷气，水箱开锅了，撑不住了。前面死了，后面是死谷悬崖。韩烈，我们真的一点路都没了。没死绝就还有路，在下面。韩烈，后面是100米深渊，前面是老子的包围圈，你还想往哪儿飞？老老实实把货留下，我留你个全尸。韩烈，我们手枪没子弹了，就剩几发猎枪沙弹，真要跟他们拼命吗？把头埋下去，安全带勒到最紧。你要干什么？韩烈，你别来，后面可是悬崖！抓紧了！
该死！白雾里没动静了，开枪，给老子打烂他们！车要翻了，我们再往下滚！落地了！天啊，我们没死，骨头没断。转向轴彻底断了，轮子撇了，这车废了。车废了没事，上面那帮人应该下不来，我们算甩掉他们了吧？不对劲，前面有亮光。是白虎，前面有沙袋墙，有重机枪，趴下！我的天，女朋友被打烂了！把头抱紧，别抬头。车底要穿了，滚下去，往前面大料斗后面爬，快！好，你拉着我，别松手。这铁皮太薄了，韩烈，料斗要被打穿了，我们得换地方。趴下，左右两侧有人摸过来了，别探头。我听到他们的脚步声了，他们围过来了。那正好送死。猎枪空了，还有6发子弹。正前方的机枪手又在换弹链了，他们马上又要扫射了。看见咱们头顶的铁料斗了吗？怎么了？那个阀门生锈了。生锈了才好打，捂住耳朵。阀门碎了，大料斗松了，埋了！机枪手全被石头埋了。别笑了，走，去拔他们的枪。雷明盾正合适，把地上的子弹捡起来。太好了，我们有大家伙了。不过，韩烈，头顶这风怎么突然这么大？这不是风。又是那架直升机，它怎么像鬼一样阴魂不散啊？来得正好，老子这次彻底把他打下来。它在天上，我们根本没有死角可以躲。上车，去输送塔底下。这塔在晃，钢架要被子弹扫断了，车顶要塌了。不跑了，宋子，把车尾的绞盘钢绳拽过来。给，你还要用这玩意儿拉什么？挂在这根柱子上，你缩在座位底下，别露头。天上有人要顺着绳子爬下来了，他们要强攻。正合适，让他们尝尝天塌的滋味。韩烈，你再把它往下拽，承重柱断了。抓死车门！砸中了，它尾巴断了，直升机冒烟了。引擎炸了，车子熄火了。别试了，油漏光了，这铁壳子废了，拿上枪，走。车被炸了，韩烈，接下来我们真要用2条脚走完剩下的路吗？不用，买卖送上门了，抱在树后面，屏住呼吸。老三，你们人呢？直升机刚才怎么飞走了？钥匙还在火上，油箱是满的。上车，别看尸体。哨兵3号，你死到哪儿去了？采石场里到底解决没有？韩烈断气了没有？谢金，新车油挺满，我收下了。韩岩，你这个该死的杂碎！宋慈，前面有个制盐厂，
里面都是强酸卤水池，那里可以甩开猎狗棒。后面又咬上来了，是2辆大车，他们想把我们往2边池子里挤。让他们挤，等他们过来。这轱辘打滑了，再往左一下，我们就会掉进这硫酸池子里。韩烈，抓紧，别撒手。找到了！天啊，掉进去的车全在冒烟，铁皮都被融了，另一辆也炸了。做好了，这只是开胃菜。这车也在冒白烟了，撑不了多久。等等，前面路口有个破牌子，写的好像是研究所旧址。对，以前的地方有防空洞，我们去地下。外面全是引擎声，谢金的人在往山上搜了。熄火，闭灯。他们没追进来，我们暂时藏住了。别掉以轻心，他们迟早能搜到这儿，我们得找别的出口。别动，你胳膊都肿成这样了，伤口都化脓了，你不知道疼吗？小伤，我自己能包。你一只手怎么打结？坐下。幸好这里有剩的蒸馏水和绷带，我帮你清创。宋清，我的雷曼多里没子弹了。我知道，等逃出这片废土，我花钱给你配最好的枪。我们出不去了，谢金的人已经把出口钉死了，我们连天亮都撑不到。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你。要是你当初没接我的单子，也不用陪我死在这儿。看着我，谢金连武装直击都调来了，这根本不是清理门户的阵仗。你身上到底带了什么？韩立，你别问了，知道的越多，你死得越快。老子现在半只脚已经踩进棺材板了，还怕死得快？说实话。是一张加密硬盘，里面有谢金犯罪的所有证据。陈叔就是因为拿到了这个，才被他灭口的。犯罪证据，难怪他要挖地3尺。只要这东西送到安全区，谢金和他的猎狗棒吃100回枪母都够了，所以他绝不可能放我们活路。啊！警报响了，他们摸进来了。松手，把防爆枪拿着，跟紧我。是炸药，第一道铁门被他们用定向雷炸开了。慌什么？去主控台。韩烈，你的手在流血。还有，外面有发动机的声音，他们的装甲车进通道了。流点血死不了，帮我一起合架。好，1、2、3，呀！砸中了，压扁了，后面那些车全被挡在门外了。没那么简单。中台烧了，电线全在冒烟，这门打不开了。屋里闸锁死了，外面的人进不来，我们也出不去。那我们不是被活埋在这儿了？这有紧急撤离通道，走地下迷宫，跟紧我。前面漏电了，高压电宝弄死了，这要是碰一下，直接就成灰了。后面车斗里有捆用来拖车的钢丝绳，去拿过来。拿到了，韩烈，你要用这玩意儿去碰电网，你不要命了？把电闸短乱，抱着头蹲下，把眼睛闭紧。好，你小心！没电了，电网灭了！快回车里，冲过去！
气管道爆了，太烫了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别慌，抓死扶手。轮子悬空了，车屁股在往下滑，韩烈，底下是空的。别乱动，车头还在受力，稳住。下面全是硫酸多液，掉下去我们连骨头都不会剩的。安全带解开，随时准备跳车。韩烈，车屁股又往下滑了5厘米，钢索够得着头顶吗？头顶有吊车轨道，抓稳。宋慈，大脚给油，倒车档。踩到底了，引擎在叫。飞过来了，我们在悬空过河。别高兴太早，手抓死。韩烈，头顶的铁轨在裂开，天花板在往下掉水泥块。抓死把手，把头抱住。过来了，我们竟然真的过来了，皮卡没掉下去。别嚎了，车快废了，下车，去找有用的东西。韩烈，这铁箱子里有急救包和2个防毒面具。不对，面具只有1个氯毒桶是好的。你的胳膊还在淌血。把酒精递给我。你真是个铁人。对了，这架子底下还有2罐高压笑气，对咱们有用吗？能当氮气加速用，把它们抬到车斗里。简易氮气加速，这车都快散架了，还能点得着火吗？只要发动机没碎，它就能跑。气动门落锁了，通风管道里有声音。这烟有毒，天气好辣。是氯气，把刚才那个好的防毒片具带上。就这1个有用的绿毒毛，你怎么办？别废话，少吸一口气死不了。上车。上面的天花板在塌，钢筋微不足量砸下来了。把头埋地。空气里没氧气，发动机在缺氧，车子在往下滑，我们要被活埋了。抓死扶手。韩烈，你快把面具戴上，你快憋死了。如果只能活1个，你带着硬盘走，别管我了。闭嘴！老子收了陈叔的钱，就得带你活着出去。前面已经堵死了，这是死路。在我韩烈这儿，就没死路这2个字。宋慈，看红灯下面的阀门，动手拉，快！车速掉到1000了，那个是阀门。玻璃碴子后面那个，砸死他拉到底。拉到底了，表盘指针全红了。抓紧，撞过去！又撞了，我过来了，韩烈，我们没被活埋，我们过来了。我说过，老子命硬，阎王爷不收。大梁把路压死了，韩烈，我们还能像刚才那样硬撞过去吗？不能撞，这根是承重梁，撞了整条隧道都得塌，我们得被活埋。那怎么办？外面的大部队快搜到后山了，退回去就是自投罗网。在车里待着，别乱动。韩烈，这大梁少说也有2、3吨，你拿把剪刀想干什么？大梁是用2边的细钢筋吊着的，我不用剪断大梁，只要切断旁边的辅助筋，它自己就会滑下去。动了，大梁砸下来了，快闪开！你过去坐驾驶座，抓紧方向盘，我踩油门。好，我进去了。韩烈，你这脑子到底怎么长的？差1公分车就卡死了。别拍马屁了，停。
好像是很大的水流声。把车停下。这水看起来太深了，车子要是强行开过去，发动机进水肯定得憋死。进不了水。你拿这些胶带和管子干什么？把排气管和发动机进气口接高，在这里等着，我给车做个临时潜水后，带你渡江。你把这根塑料管一路接上车顶，能管用吗？管用，只要这管子口比水面高，发动机就憋不死。可是水等会儿进到机器里，电线短乱怎么办？电路我已经拿胶带封死了。上车。千万别在水里熄火，我不会游泳。有我在，淹不着你。下水了。水漫上来了，韩烈排气管一直在咕嘟咕嘟冒泡。别松油门，废气有压力，能把水顶出去。过来了，我们真的上岸了，车竟然没散架。别高兴太窜，看前面。这大门是气动的，基地现在都断电了，我们根本拉不开。没电有没电的办法。控制板都烧成焦炭了，手动大闸也锁死了，你敲它管什么用？电磁阀没坏，它只是没电了。韩烈，这可是汽车电瓶，你这么直接搭铁，不怕把车烧炸了？2秒钟死不了，看着。开了，大门真的在往上升，你简直是个疯子！上车，进去。韩烈，我们不赶紧找路冲回地面吗？怎么把车停这儿了？把车灯关了，往头顶看。那几个通风井里好像有红色的光扫来扫去。那是红外生命探测仪，说明外面有猎狗帮的重兵盯着。那我们现在冲出去，直接就会被轰成筛子。那我们只能憋死在这个铁罐子里了。皮卡水箱在漏水，引擎随时会爆，我们得在这里把它修好。外面谢金的人随时会摸进来，咱们在这儿给皮卡换机油，是不是太冒险了？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等会儿冲出去需要极限狂飙，引擎缩缸了，谁也跑不了。那我们还有多少时间？2分钟。把旁边那个新机油桶递给我。你这双手像是什么机器都会修，你以前到底是什么人？在废土里，不会修车和不会开枪的人，都活不过3天。你这双手上全是老茧和烫伤。韩烈，跟着你，我突然觉得没那么害怕了。只要我的佣金还在，阎王爷就带不走你。现在车子怎么样？它的状态比从地表刚开下来的时候还要好。抓紧扶手，我们要去掀谢金的桌子了。这坡度都要竖起来了，红土这么湿滑，车子万一抓不住地，会直接翻滚下去砸扁的。慌什么？把安全带拉紧。车尾在摆，后面轮胎也在空转了。宋慈，去把右边那个红色阀门顺时针拧半圈。这又是干什么的？少废话，拧！给引擎喂2口笑气助燃。太好了，车子不打滑了。可是外面一定全都是谢金的人，我们冲出去不还是死路一条？刚才在整备库里，我用货架上的铁锈粉和旧电池的铝屑配了3公斤铝热剂。你在那2分钟里现场做了炸药？对，修车的时候我顺着通风井爬上去，把他们全部埋在出口的沙地下了。可是他们人那么多，你怎么知道他们一定会踩中你埋炸药的地方？这是唯一的出入口，他们要堵我，就必须把越野车横在沙丘的隘口上。所以，你关灯是为了隐藏踪迹，去上面布置陷阱。这叫兵不厌诈。把身体缩下去，趴在储物箱上。怎么了？
外面有人。右前方沙丘后面有重机枪管的反光，那家伙带着防弹盔，抓紧了，老子今天带你强闯谢金的鬼门关。至少有20个人，韩烈，我们没路了。待在车里，锁死车门。韩烈，路到头了，下来聊聊。痛快！谢老板说了，把你身后的货交出来，这箱子里的东西，够你舒舒服过完下半辈子。1000万买一个研究员的命，谢金这次倒是挺大方。哼，在废土荒原里，没人会跟钱过不去。哼，拿钱滚蛋，对谁都好。但我这人有个毛病，收了定金的货，就算天王老子要拦，我也得送到。给脸不要脸！你真以为你的骨头比子弹还硬？不试试怎么知道？韩烈，你在废土当了这么多年保镖，你就没学会一个道理？什么道理？死人是拿不到尾款的，去死吧！那你可以跟这个世界说再见了。趴下，有埋伏，快找掩护！我的眼睛，火，全是火！前面的车被炸碎了，右边有缺口，韩烈，把安全带扣死，抓着上面的扶手，别撒手。火太大了，我们要直接冲进火里去吗？不冲火，我们就得死在枪底下。抓紧了！开枪，打轮胎！要是放走了他们，谢老板要我们所有人的皮！子弹打进来了，韩烈，我后面全是血。那是玻璃划伤，别慌，深呼吸，闭上眼睛。冲过来了！天啊，我们真的从火海里冲出来了！还没结束。后面那是什么声音？怎么像是有成百上千的小虫子在飞？那不是虫子，是猎狗帮的追击摩托队。他们越来越近了，有2辆摩托车从左右包抄我们。过来，帮我把方向盘扶稳，别让车跑偏。别盯着反光镜看，看前面，车跑偏了，我们都得翻。贴这么近，是赶着去投胎吗？开枪，打他的轮胎，不用留活口。稳住方向盘，憋住气，我要甩尾把他们拍死在沙丘上。明白。轮到你了。全解决了，后面没有追兵了。韩鼎，雷达终端显示，谢金的主力大部队正从正面压过来，我们被他们堵死在这一带了。前面就是红土峡谷。红土峡谷，那里面不是一条死路吗？地势越复杂，他们的人数优势就越发挥不出来。进谷，跟他们玩夜战。外面太黑了，车灯关了之后，里面什么都看不见。熄火。谢金手里有雷达和无人机，我们在这儿躲不了太久，他的人迟早会搜过来的。那就利用这点时间，把后面的备用油加进去，随时准备突围。刚才在沙地里，多亏你提前埋了炸药，
不然我们真的死在出口了。在整备库顺手配的那点礼热剂立了大功，这说明老天爷还没打算收我们。喝口水吧，你嘴唇都干得裂开了，一整晚都在玩命。谢谢。守完今晚，带你回城里喝热汤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看着你这副样子，我反而不害怕了。嘘，别说话。发生什么了？别发出声音，头顶有重型履带压过的震动。是血迹。对，那老王八蛋亲自带人到了，就在我们头顶。韩烈，我知道你和那个贱人就藏在里面，老子给你最后1分钟，把宋慈交出来，我留你一个全尸。是血迹，4辆重装战车，还有这么多重机枪，我们的皮卡根本扛不住这种火力的扫射。宋慈，看着我，你在废都听过我的名字，就该知道我从不打不长眼的仗。可是这怎么打？这根本就是死局。谢金带了多少人，带了什么枪，都在我的算计里。这辆车我改装了高压笑气，车头加装了3层装甲板。我们要去撞装甲车，那可是几吨重的铁家伙，车头会瞬间被撞扁的。老子的车是用来杀人的，不是用来散步的。坐稳，双手交叉，死死抓紧你头顶的防滚架。你真的疯了？我没疯。谢金以为他胜券在握，老子今天就是要当着他的面，把他这道防线碾得粉碎。时间到了，开火！只要那车动一下，就给老子把它打成蜂窝。宋慈，把头低下去。韩烈，别怕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谢金的子弹就碰不到你一根头发。闭上眼睛。前方的装甲车把路全锁死了，这根本就是一堵铁墙，撞上去我们会死的。两车交接的中央咬合处，是防线最脆弱的地方。相信我的车，也相信我的技术。可是那也是防弹钢板，韩烈，车头会被压扁的。老子在废土开了10年的车，还没输给过一堆废铁。闭上眼，把牙咬紧，剩下的交给我。我们要撞了！车头在冒白烟，仪表盘全红了，韩烈，引擎要爆了！引擎没死，笑气还在喷，不用管它，只要轮胎还能转，我们就死不了。韩烈，老子要扒了你的皮，把你的骨头一根根捏碎！谢老板，省点力气，老老实实在后面吃我的稳抽，有本事到桥头来拿我的命！韩烈，前面是跨越深渊的铁索吊桥，朝面木板都快掉光了，车根本开不过去。开不过去也得开，这是我们唯一能甩掉他们的地方。桥要是断了，下面可是1000米深渊，我们会粉身碎骨的。我是拿钱办事的专业保镖，我的任务里没有粉身碎骨这个选项。桥断之前，我一定带你冲过去，抓紧了！后面的越野车已经追到桥头了，弹雨要把吊桥木板打碎了。把身体压低，重力死死压在座椅中央，不要影响车身重心。
桥面木板都在往下掉，我们是不是要掉下去了？有老子在，你掉不下去！把住车门，眼睛闭上，踩油门的事交给我。下车，动作快，替皮卡后面找掩护。你要切断吊桥，他们最前面的2辆越野车已经冲到桥中间了。不送他们下去见阎王，死的就是我们。这根竹索只要一断，谢金的半条命就没了。可是这锁链这么粗，来得及吗？在老子的手里，没有切不断的铁链。躲远点儿，别被钢索弹伤了。成功了，谢金被彻底隔在对岸了。但你看前面，边界前哨站的大铁门锁着，我们没有钥匙。拿好你怀里的数据硬盘，那里面是所有人的希望，也是你付我尾款的凭证。放心，只要一过边界，2000万尾款会立刻汇入你的账户。很好，我这人做事最讲究契约精神。可是铁门这么厚，你拿什么开门？上车，我这辆皮卡加装了破障撞角，拉紧安全带，我送你出边界。哨所的大闸门锁死了，外面还有重机枪，我们怎么过去？待在车里别动，钥匙留着。等大门开了，你立刻踩油门冲出去。他们有10几个人，你连最后一颗子弹都打光了，拿什么去强攻？枪只是工具，在战场上，杀人的方法有很多种。在这里守着硬盘，别当我的累赘。等等，你听，天上有声音。是谢金，他知道吊桥断了，所以直接坐私人直升机超近控飞过来了。那正好，省得我大费周章过桥去对岸揪他出来，一并解决了，一劳永逸。他带了更多的人，我们现在撤回还来得及。退路已经断了，2000万的尾款不解决这个最大的麻烦，你就算拿到境外账户，也未必有命花。只要你能搞定他，我再追加500万。成交，把头低下，等我的信号。韩烈，我的命和硬盘都压在你身上了，别死在里面，把门打开。宋慈，看好你的表，10秒钟后我会切断前哨站的所有高压电缆，听到断电声，立刻骑车往主控室跑。明白。但我刚才看到粮场队重机枪手去守安保了，你一个人怎么解决？这就不用你操心了，记住你的任务，跑的时候抱紧你的硬盘，别跑错了方向。怎么断电了？备用电源呢？快去检查后院的发电机！大家小心，绝对是有人剪断了电线，注意四周。安全，宋琴，往主控室方向跑，大门已经给你打开了，快！大部分守卫都去后山找发电机了，但我看到谢金直升机上的亲卫队已经下来了，全副武装。谢金的亲卫队留给我，你去大屏幕下方的主控台。我们必须强行把边境防爆大家门升起来。电脑锁死了，我需要时间破解边界通行系统。那就去破解，别慌。只要我还没倒下，
谢金的人就进不来这扇门。动手！这样真的有用吗？这扇大门是由高压电磁继电器直接控制的。强电压电涌过载，可以让安全大门强制升起。宋慈，去把皮卡的引擎发动起来。我在这里帮你盯着走廊，谢金随时会带人冲进来。保镖的任务是送货，故人任性的下场只有死。去车上等着，别让我分心。门开了，安全区的大路就在前面，我们成功了。韩烈，你的手确实够快，但今天在这儿，你们两个谁也别想活着跨过这道边界。谢金，谢老板，2000万的买卖我都接过，但今天这趟差事，是我做过最稳当的一档，你挡不住我。你一个拿钱卖命的狗，也配在老子面前谈稳当？给我乱枪打死他！大门已经开到最高点，立刻开着皮卡冲过边界。我的护送任务已经结束了。我说过，只要我安全，回去立刻给你追加500万。我要你也活着回去拿这笔钱。那这笔尾款我今天拿定了。走。宋慈，别管我，后面防爆大闸门已经开了，立刻启动皮卡冲过去。眼睛被手电强光晃瞎了，我只需要1肘你就废了。废土上的赏金可没这么好拿。打中了！你肩膀被我子弹穿透了，韩烈！今天你就死在这儿吧！想一枪废了我，你还差得远！韩烈，这铁闸门砸下来锁死，你就出不来了！快跟我一起走啊！铁闸门已经彻底锁死了，我的合同是送你安全进关，只要你安全，我韩烈的任务就算完成了。韩烈，你这个疯子，为了一个根本付不起尾款的臭丫头，你连命都不要了！在这片废土上，我韩烈接了单就必须送达，我的招牌比命更贵。现在拔出你的刀，咱俩的账一刀一刀算清楚。人财两空，老子花了这么多资源，死了这么多兄弟，韩烈，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谢金，你手下的人已经跑光了，看看你现在这副歇斯底里的鬼样子，你还有筹码跟我赌吗？老子是这一代的王，老子有的枪就是老子的筹码。枪在蠢货手里只是生锈的废铁，你的时代已经结束了，谢老板。把反坦克火箭筒拿过来，把这扇铁门连同对面的安全区哨所全部给老子炸成平地！韩烈，小心火箭筒，它要开火了，快找引体！别慌，他的手在发抖，呼吸不稳，这种货色没有机会扣动扳机。我说过，枪在蠢货手里只是一堆废铁，你输了。该死，火势太大了，撤退！所有人跟老子往后山跑，上直升机！快拉高度，别管下面那些废物了，立刻飞回大本营！韩烈，他已经飞上天了，别追了！你的肩膀还在流血，先处理伤口。在我的合同单子里，从来不能留活着的尾巴。可是他已经拉开距离了，你根本打不中他。200米，风速3级，直升机液压尾速偏转2度，他死定了。再见，谢老板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机头一直在原地打转？尾速被打爆了，机身漏油起火，我们要坠机了！
尾款2000万，加上追加的500万元，1分都不能少。放心，1分都不会少。你的技术值这个价。上车吧，宋老板，我的任务完成了，现在送你回城。救命！来人，救我！韩烈，别杀我！我有钱，一切好商量。谢老板，在废土里混了这么多年，你应该明白一个道理：越界的生意是要拿命来清算的。我认输。宋慈到底给你开了多少佣金？我给你10倍、100倍。我在红土谷地埋了1箱黄金，只要你放过我，全是你的。我的合同是护送宋慈出境，不是来跟你做黄金生意。而且我这人有个规矩，从不向死人收尾款。求你放过我！我保证这辈子隐姓埋名，再也不回废土，绝对不会威胁到宋慈，更不会找你报仇。你的保证在死神眼里一文不值，只有死人才最懂得保守秘密。你这个疯子！我是猎狗帮的头子，你杀了我，废地里的人不会放过你。那我就在废铁里等他们来找我。韩烈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能活下来。陈叔委托的终极护送任务已安全送达，合同履行完毕。宋小姐，请在确认函上签字。2000万尾款和堆加的500万，已经全部汇入你的账户。韩烈，以你的身手，留在这里当安全区的安全顾问吧。多谢宋小姐的好意，但我这种人只属于无序的废土，在太安静、太安稳的地方，我睡不着觉。如果以后安全区还有棘手的高难度任务，我该去哪里找你？只要佣金合适，把委托挂在废土黑市上，我的皮卡哪里都能去。保重。匿名 SSS 级悬赏任务已发布，限时接单，请废土自由佣兵立刻前往坐标点。新买卖来了，出发。